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连天石先生所著的《长寿鸡蛋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长寿鸡蛋的营养力量；第二，连田医生推荐的10种健康食材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长寿鸡蛋的营养力量。如今我们进入了所谓的100岁人生时代，但大多数人并不是仅仅想活得长，而是希望健康、充满干劲与体力的活到最后。作者连田石医生在50年的社区医疗实践中，亲眼见证了日本成为超高龄社会的全过程。他得出的结论是，从中年以后，每个人都应该开始储蓄。这里所说的储蓄不是指金钱，而是指肌肉储蓄。维持肌肉量，就是延长健康寿命的关键。要储存肌肉，最重要的是摄取足够的蛋白质，而最高效、最完美的蛋白质来源就是鸡蛋。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身体各种细胞的基础材料。肌肉由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构成，皮肤细胞含有胶原蛋白，头发和指甲由角蛋白组成，这些全都是蛋白质。进一步来说，所有蛋白质都是由氨基酸链组成的。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共有20种。例如，吃下牛腿肉后，肉中的蛋白质会被消化分解成氨基酸，再由身体重新组合成我们自身所需的各种蛋白质。因此，即使吃了很多牛肉，也不会直接让您的肌肉变成牛的肌肉。同样，吃大量胶原蛋白，也不会直接让皮肤立刻变好。正因为蛋白质都要经过分解、再合成的过程，所以要保证摄取平衡多样的蛋白质来源，才能满足身体对20种氨基酸的需求。其中有9种氨基酸人体无法自行合成，必须通过食物摄取，这些就被称为必需氨基酸。而鸡蛋中这20种氨基酸的比例最为完美，其氨基酸评分达到了满分100，这也是它被称为完美食材的原因。当体内将必需氨基酸合成为蛋白质时，有一个非常关键但也有点棘手的规律：哪一种氨基酸含量最少，就会限制其他氨基酸被利用来合成蛋白质的数量。这通常被称为木桶原理。就像一个木桶由多块木板组成，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那块木板的高度。同样，即使您摄取了全部9种必需氨基酸，但只要其中一种含量偏低，您的身体合成蛋白质的效率就会受到限制。因此，营养学上用氨基酸评分来评估各种食物中必需氨基酸的平衡度。如果所有必需氨基酸的含量都超过标准值，并能被充分利用来合成蛋白质，该食品的评分就是100。而鸡蛋的氨基酸评分正是满分100，这正是它被称为理想蛋白质的理由。很多人仍然坚信鸡蛋胆固醇高，不能多吃，但这其实是过时的观念。早在2015年，日本厚生劳动省就取消了对胆固醇摄取量的限制，原因在于研究发现，当我们减少食物中胆固醇摄取量时，肝脏会为了维持血中胆固醇的平衡而增加自身的胆固醇合成。反之，当我们吃得多时，肝脏就会减少合成。也就是说，食物中摄取的胆固醇量与血液中胆固醇水平之间，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，除非医生明确禁止。每天吃3至4个鸡蛋是完全没问题的。让我们更新正确的营养知识，建立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吧。鸡蛋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可以说，它是名副其实的超级营养食品。在我们需要积极摄取的营养素中，鸡蛋唯一缺乏的只有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。因此，只要搭配蔬菜或水果，就能实现营养均衡。从生物学角度看，鸡蛋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，它包含了生命成长所需的一切营养，能让胚胎从一个细胞发育成能独立生存的小生命。鸡蛋营养丰富，价格亲民，烹饪方便又美味，真可谓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完美食物。
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连田医生推荐的10种健康食材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要吃得健康，活得长寿，其实并不需要复杂的营养知识，也不需要昂贵的补品。连田医生常说，真正长寿的人，往往不是靠补，而是靠吃得简单，吃得对。进入中年以后，许多人都会发现，食欲似乎不如从前了，做饭也变得有点麻烦。有时下班回家累了，就随便吃点，甚至一天到晚吃差不多的几样菜。然而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更应该在这个阶段，养成一些小小的好习惯，让身体能一直保持健康的节奏，不被时间打乱。今天，我们就来看看连田医生推荐的10种健康食材，它们看似普通，却能默默支撑我们的健康。第一种健康食材，油。这里说的不是随便的油，而是好油，像橄榄油、白芝麻油，这些油富含抗氧化成分，能帮助我们保护血管，延缓老化。还有紫苏油、亚麻籽油，里面富含 Omega-3 脂肪酸，对心脏和大脑特别好。但要注意，这类油最好不要加热，用来凉拌或在出锅后淋一点在菜上，是最理想的吃法。只要换掉厨房里的一瓶油，健康就能从今天开始改变。第二种健康食材，鱼，尤其是青鱼类，比如秋刀鱼、青鱼、竹荚鱼，这些鱼油中含有丰富的 DHA 和 EPA， 能帮助减少体内炎症，保护血管，延缓脑部老化。研究还发现，它们对预防阿尔茨海默症也有显著作用。如果觉得买新鲜鱼不方便，也没关系，干鱼、罐头甚至便利店的即食鱼都可以。关键在于让身体记得鱼的味道。第三种健康食材，发酵食品，像纳豆、味噌、腌菜、酸奶、起司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配角，其实是肠道健康的大功臣。每天只要吃一点，就能让肠道里的益生菌保持活跃，帮助消化，增强免疫力，甚至影响情绪。因为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，当它健康了，人也会变得更轻松，更有活力。第四种健康食材，蘑菇。蘑菇的魅力在于低热量，却营养丰富。如果晒干保存，香气更浓，营养也更高。它富含膳食纤维，对便秘的人特别有帮助。不妨准备几种干香菇、五蓉、金针菇，每天在汤、炒菜或味噌汤里加一点点蘑菇，就能为你的免疫系统加分。第五种健康食材，鸡蛋。鸡蛋几乎是完美蛋白质的代名词，它的氨基酸评分是满分100，每天只要多加1个鸡蛋，就能有效补充肌肉所需的蛋白质，帮助维持体力。不论是水煮蛋、荷包蛋，还是加入汤中、沙拉里，都能轻松做到。而且鸡蛋几乎不会让人腻，它就像每天的小小能量电池，为我们充能。第六种健康食材，肉。很多人上了年纪后，会因为担心胆固醇或油腻而减少吃肉，但连田医生提醒，年纪越大，越不能缺蛋白质，因为肌肉的合成效率下降。如果蛋白质摄取不足，很容易出现肌少症，走路都容易摔倒。肉类约有 20% 是蛋白质，适量吃肉，不仅安全，还能让身体保持年轻的力量。第七种健康食材，牛奶。牛奶含有均衡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，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能补足我们从一般饮食中难以摄取到的营养。不过，有些人喝牛奶后会感到肚子胀、肠胃不舒服，这通常是因为身体对乳糖不耐受，也就是缺乏分解乳糖的酶。也可以选择优格、奶酪、低乳糖牛奶等形式。第八种健康食材，蔬菜。蔬菜永远是健康饮食的主角。连田医生建议，每餐都要吃蔬菜，大约以双手掌能盛起的量为一份，每天3次，保持颜色多样，颜色越丰富，营养就越均衡。第九种健康食材，海藻。海苔、昆布、洋七菜等海藻类是天然的矿物质宝库，
家里常备一点，做汤、炒菜、拌饭时都可以随手加，既增加风味，又能补碘、补铁，让血液循环更顺畅。第10种健康食材：大豆、豆腐、纳豆、豆浆。这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大豆制品，其实是非常优秀的植物蛋白来源。对不太爱吃肉的人来说，它们是完美的替代品，而且做法多样：冷豆腐、煮豆腐、豆浆火锅、豆皮卷，既不单调，又能让每天的餐桌更有变化。连田医生建议，这10种健康食材中，每天能吃到7种，就已经很棒了。其实并不难，比如你早餐吃了1碗纳豆饭，那就已经吃到了发酵食品和大豆2种。午餐配上蔬菜、鱼、汤，就能轻松达到7种以上。当你习惯每天吃7种以后，再挑战一下10种全吃的健康饮食吧。你会发现，身体变得轻盈，思绪变得清晰，连心情都变得明亮了。最后，连田医生这样说：健康的基础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让吃饭变得快乐、美味。当我们能在每天的餐桌上感受到热闹、满足与幸福，那就是长寿最好的秘诀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